从2007年的初代 iPhone 到现在的 iPhone 16，iOS 系统这10几年经历了不少的大变化。iOS 4的多任务 ，iOS 7的扁平化设计 ，iOS 10的小组件 ，iOS 12的捷径 ，iOS 18带来的 AI。iOS 系统是越来越好用，还是越来越难用呢？大家的评价都不一样。不过我觉得设置项是越来越复杂。苹果说明书没教你的是，经过了 Mac 篇，我们来到了 iPhone 篇，还是结合 iPhone 的官方说明书，搭配我的亲身经验，分成3个部分，聊聊如何设置你的 iPhone， 让它们用起来更高效、更顺手。还是老规矩，本期的思维导图和所有的相关内容，我都放在置顶的评论里，方便你查阅。你可以白嫖，如果顺手给个1键3连，那就更好了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 Let Go。提升幸福感的设置，你只需要简单的调整，就能提高使用的体验。在安卓手机上算标配的电话黄页，至今在 iPhone 上都没有出现。它的作用是能帮你快速的识别常用的电话号码，避免被马甲号糊弄。打开设置、通讯录、账户、添加账户、其他、添加 Cardiff 账户，添加这些信息后，你就能在通讯录里看到一个单独的黄页分组。放心，它不会和你的个人通讯录混在一起。这份黄页目前收录了190个常见行业机构号码，还在不断更新中。来电或短信的时候，你可以通过头像和名字一眼就看出对方是谁，哪些是服务号，哪些是披着马甲的。如果你的网络不方便访问订阅地址，也可以在 iCloud 中导入相关的文件来实现。我也把相关的文件和方法放在置顶评论里。电话黄页的本质其实就是用一份通讯录来帮你识别友军，减少骚扰电话，还是依靠可以识别敌军的数据库。这里又分为2步。第一步设置是运营商本身免费的防骚扰服务。以中国移动为例，你可以通过中国移动高频骚扰电话防护这个服务号，开启电话和短信的拦截功能。对于常见的骚扰电话，运营商基本可以帮你挡住一些，剩下的漏网之鱼，我们可以用叠 buff 的方式搞定第2步设置。在系统设置、电话、来电主旨与身份识别，选择对应的服务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你可以选择多个第三方应用，不限于1个。装好这些应用并授权后， iPhone 就会把来电号码在数据库中进行对比，自动识别和标记骚扰电话。短信拦截也很方便，打开信息、未知与过滤信息，同样可以选择一个第三方应用来过滤短信。系统会帮你把收到的短信分门别类，直接整理到相对应的列表里，方便你查看。除了电话和短信，通过拨打电话号码的 FaceTime 骚扰也变得越来越多了。我自己就接到过一个普通话比我还不普通的人和我说，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我，会冻结我的资产，吓得我赶紧挂掉电话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，可以在弹幕扣个1。你是个骗子。假如你平时根本不用 FaceTime， 直接打开设置 FaceTime， 把 FaceTime 通话功能关掉。如果你和身边的人有在用 FaceTime， 那也可以有办法避免骚扰。可以在你的 FaceTime 通话联络方式里只保留邮箱地址，取消手机号码绑定，这样即使别人知道你的手机号码，也没办法通过 FaceTime 找到你。除了通话和短信的骚扰 ，App 里的骚扰也不少。这里有几个简单设置，能帮你清静不少。对于那些不常用的 App， 直接关掉他们的通知，或者用定时推送摘要，集中时间看通知。放心，错过一些消息，工作不会丢，公司不会倒闭，地球依然转动。iPhone 在每次切换到 App 后，都会弹出是否允许读取剪贴板的通知，有点烦人。你可以按需设置成允许或拒绝，选拒绝后别担心，手动粘贴内容还是可以的。只是 App 无法自动读取剪切板了。关闭评分和评论弹窗，在设置 App Store 里关掉 App 类评分及评论，这样就不会再看到你觉得这个 App 怎么样，请给我们打个分。这种和如果你觉得不错，记得1键3连一样的烦人弹窗了。当然，苹果已经算克制的了。对于怎么给 App 做减法，让它更干净、更好用，同时屏蔽掉一些广告，你可以看看我这期的视频，或许有一些收获。iPhone 的默认截图方式是音量增大加电源键，只能对当前屏幕进行截图。想要长截图或者拼接图片，多用第三方的 App， 比如 Pixel、美图秀秀等。但如果你不想为了一个功能装一堆 App， 其实自带的快捷指令也能实现类似的功能。安装好拼接图的快捷指令后，选中需要拼接的图片，可以选择水平、垂直或网格的方式进行拼接。操作完成后，拼好的图片就会自动保存到相册。至于网页截图，在 Safari 系统截图后，点击图片进入编辑界面，顶部切换到整页选项，就可以看到整个网页的截图了。选择右上角的完成，最后储存到照片或 PDF 到文件。苹果在 iOS 18里可以对锁屏界面下默认的闪光灯和相机按键进行自定义了。它还允许你在锁屏上添加常用的快捷方式，比如把付款码或者扫码的小组件加到屏幕上，或替换下方的2个按键。
方便你不需要进入手机主页就能支付或者扫码点餐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在锁屏下启动闪光灯和相机？你是不是也觉得闪光灯属于那种不是很常用但特别容易误触的功能？我就经常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发现闪光灯自己亮的，非常尴尬。我可以推荐你把它移动到控制中心上，同时我还推荐一个骚操作，在设置辅助功能触控轻点背面，把轻点三下设置成打开闪光灯，需要时轻敲手机背面3下，闪光灯就能打开。相机在锁屏界面左滑就能启动，比闪光灯更容易射死。想一想，当我在早高峰的地铁上人挤人，这时候手机来信息了，我掏出手机，屏幕上突然出现了相机的画面，身后的大哥会心一笑，给了一个小伙子好样的笑容。目前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，只能牺牲一点方便性，在设置辅助功能触控关掉轻点或清扫唤醒，这样手机在口袋里就不会忘动，只有按电源键才能点亮屏幕。个性化小技巧，这些设置可能和每个人的习惯有关，适合那些愿意花点时间折腾的人，你可以看着办，按需调整。iOS 18的控制中心定制化功能真的挺强，我推荐2个特别实用的功能。第一个是文字大小，有些 App 没法单独调整字体大小，这样界面看起来太挤或者太空。比如自带的日历 App， 打开它后下滑控制中心，选择文字大小，就可以单独调整这个 App 的字体大小。系统的字体大小也不会受到影响。第二个是低电量模式，当你在外面没法充电，又需要手机撑更久的时候，可以在控制中心打开它，它会保证基本的通话和网络功能，减少后台和屏幕的刷新。iPhone 一旦充电到 80% 或以上，低电量模式就会自动关闭。如果你嫌它麻烦，每次都需要手动打开它，可以在快捷指令自动化点击右上角的添加电池电量，设置低于 30%， 下一步选择设定低电量模式，再加个显示通知，文本改成可以充电了。设置完成后选自动化立即运行，这样每次当你的 iPhone 电池电量低于 30%， 它就会自动进入低电量模式，帮你续命。如果你不使用 Siri 的话，可以在设置 Siri 关闭通过说话使用 Siri， 这样麦克风就不会一直监听环境声音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电量消耗。同时打开按下侧边按钮使用 Siri， 当你哪天想用的时候，也可以通过长按电源键呼出 Siri。 还有一个关于 Siri 的设置也建议关闭，打开设置 Siri， 把共享时显示关掉，当你分享照片或文件时，就不会在上方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。长按呼出快捷菜单也是 iPhone 上用的最多的操作之一。如果你觉得触发速度不够快，可以去设置一下，打开设置辅助功能触控，触感反馈触控，把触控时长调成快，快捷菜单弹出的速度就会更快。冷门但奇妙的功能，这里算是锦上添花的设置吧，学着玩玩，看个热闹也不亏，说不定哪天你就用得上了。首先推荐的就是少数派的快捷指令大百科，它帮你按照不同的场景进行了功能分类，里面的快捷键指令都很实用。比如我自己常用的一个，添加相机水印，选一张照片后挑几个你喜欢的相机品牌，脚本会自动帮你加上拍摄时间、经纬度、曝光信息的水印，照片就会有一种很专业但又不是那么专业的样子。午休勿扰模式，设定时间后，系统会自动进入勿扰状态，时间一到，它就会自动恢复正常，不用担心错过重要通知。当然，我也不知道这些适合不适合你，你可以自己慢慢发掘。如果你觉得 AirPods 的默认调音太白开水了，打开设置辅助功能，音频与视觉，耳机调节。平衡音、音域、明亮度分别代表了低频、中频、高频。每个选项提供轻度、中度、强力3个强度等级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的增强程度。因为我自己是个木耳朵，调了半天发现还是默认的就很好。如果你有更好的调整方案，也欢迎告诉我。不知道你买了新 iPhone 后，旧的 iPhone 怎么处理？可能给长辈、小朋友或者你老公。如果担心他们买了不必要的 App， 或者在 App 里随手来个内购，不如提前设置好。设置屏幕使用时间、内容与隐私限制、iTunes Store 与 Apple Store 购买项目，把安装 App 和 App 类购买项目都设置为不允许，这样他就没办法给小姐姐刷礼物了。OK，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并订阅。我是 Barry， 让我们下期 Apple Watch 见。